我妈给姐姐绑定换分系统，让我替她熬夜刷题，坐等高考互换分数。姐姐以为稳拿状元去清大，却不知我早已知晓系统只能生效一次，她撑得过清大的课程吗？而我明年再考个状元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我妈给姐姐绑定了换分系统，并告诉她，从今往后让你妹代替你熬夜学习刷题，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我明知高考那天我和姐姐的分数会互换，却依旧起早贪黑，拼了命的学习。3个月后出分，姐姐考了723的高分，一举拿下高考状元，而我则只考了311分。姐姐嗤笑一声，努力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只能上大专，而我就要代替你去清大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反驳她。傻不傻啊？换分系统只能生效一次，她去清大，她毕得了业吗？至于我，今年的状元没拿到，明年再考，不还是我的？区一个状元罢了，让给他这个高中生。我妈这辈子好事都紧着我姐唐飞，但凡她开口，我妈没有不给的。小时候唐飞喜欢公主裙，我妈能花掉半个月工资给她买，而我捡唐飞穿剩下的，或者地摊上随便买2件能蔽体就行。后来换分系统找上我妈，我妈第一时间绑定了姐姐。那天我提前放学回家，刚走到门口就听见我妈兴奋地和唐飞商量着：“菲菲呀，咱们快抢先绑定了这个系统，从今往后你就让你妹唐婉代替你熬夜学习刷题，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好好休息就行。等到了高考那天，你们俩的分数会自动交换。”我妈的声音里满是得意。好是好，不过妈，你说这东西真的有用吗？唐飞的语气里充满了不确定，但尾音却带着压抑不住的窃喜。那当然，妈刚刚都问清楚了，你不是也听到了吗？快绑定吧，我的小状元。对了，这事你可得藏好了，别让你妹知道，免得她不好好学习，影响到你。我站在门外，心底一片冰凉，但我没有冲进去质问，有什么用呢？在这个家里，我从来都不是被偏爱的那一个，我只是默默地推开门，装作什么都没听见。妈，姐，我回来了。我妈看见我，脸上的笑容淡了些，例行公事般地问了一句：“今天作业多吗？”不等我回答，她又转向唐飞，语气瞬间温柔了8度：“菲菲呀，妈，今天炖了你最爱喝的无鸡汤，快趁热喝，补补身体。”我低下头，掩去眼底的讥讽。换分系统听起来倒是挺高级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如了他们的心愿。从那天起，唐飞是彻底解放了。以前他还会装模作样的在书桌前坐一会儿，现在课本一扔，不是看剧就是刷手机，时不时还约上他的那些小姐妹出去逛街美甲，美其名曰放松心情，备战高考。而我依旧是天不亮就起床，深夜才入睡，一本本的习题册堆满了我的书桌，密密麻麻的笔记写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本子。不过我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，不因为任何人改变意志。也正因为他们的这份算计，高考前几个月，我倒是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。从前我妈从不关心我爱吃什么，现在餐桌上也会多出几道我爱吃的菜。以前我熬夜学习，她只会催我快点睡，不要打扰姐姐休息，现在反而会悄悄给我送来牛奶和水果。我心里清楚，这些好意并非出于爱，而是他们希望我能考出更高的分数，为唐飞换来更好的前程。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喝水，或者提前放学回家，都会隐约听到他们在客厅窃窃私语：“妈，你看唐婉那个傻样，天天熬夜学习，跟个书呆子似的，还不是给我们做嫁衣。”姐姐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，我妈也附和着，语气里满是得意：“可不是嘛，她越努力，菲菲你到时候分数就越高，上清大都板上钉钉了。她还以为自己能考多好呢，到时候一出分，看她那张脸肯定精彩极了。”姐姐嗤笑着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一幕。每当听到这些，我都会悄无声息地退回房间。他们以为我一无所知，殊不知这也是我乐意看到的。高考前夕，我妈特地给唐飞求了好几道平安符，还带他去5星级酒店吃了顿状元餐。至于我，得到的是一句：“你姐明天要高考，你今晚动作轻点，别吵到她休息。”我点点头，关上房门，进行最后的复盘。高考那几天，天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。唐飞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门，我妈千叮咛万嘱咐：“菲菲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行，妈相信你。”唐飞冲她甜甜一笑：“知道了，妈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而我默默地走进考场，像过去的无数次模拟考一样，冷静地答着每一道题。我知道这些分数最终会安在唐飞的头上，但我不在乎。出分那天，家里热闹得像过年，我妈一大早就开始念叨，也不知道菲菲能考多少分。哎呀，不过我们家菲菲肯定没问题的是吧？唐飞则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嘴上说着：“哎呀妈，我还是有点紧张呢”，脸上却掩饰不住的得意。查分通道一开，唐飞迫不及待地输入了他的考号，屏幕上跳出来的数字刺眼得很，全是0分。我妈吓了一大跳，刚要转头骂我，就听见我姐的欢呼：“啊啊啊！妈屏蔽了全省前50，稳了，我稳了！”唐飞激动地尖叫起来，抱着我妈又蹦又跳。我妈脸上狰狞的脸色收了回去，也是喜极而泣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我的好女儿，你真是太给妈争气了！整个屋子都充斥着他们母女俩兴奋的欢呼声。没有人记得今天也是我出成绩的日子。我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，关上门，隔绝了外面的喧嚣，输入我的考号。屏幕上一个冰冷的数字
311分，果然如此。过了一会儿，房门被敲响，是唐飞，他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嗤笑。唐婉，你考了多少啊？他明知故问，不等我回答，他像是自己刚看到一样，哎呀了一声。311分，努力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只能上个大专。他在我面前晃了晃，而我呢？他扬起下巴，像一只骄傲的孔雀。我就要去清大了，你看这大概就是命吧。有些人天生就是享福的命，有些人天生就是劳碌的命。我妈脸上满是高兴，不过还是随口安慰：小婉啊，这分数确实不太理想啊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女孩子嘛，读个大专以后早点嫁人也挺好。她顿了顿，又说：你姐就不一样了，她成绩这么好，以后是要干大事的。市里刚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了分数，723省状元，还奖励了20万呢。这钱啊，正好给你姐当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唐飞在一旁附和：对呀，妈，这20万可得好好规划一下，我还要买新电脑、新手机，还有好多新衣服呢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仿佛我是个局外人。我看着他们被喜悦和金钱冲昏头脑的模样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，没有反驳。傻不傻啊？换分系统这种逆天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限制？它只能生效一次。唐飞拿着我的成绩去了清大，他毕得了业吗？一个连基础知识都一塌糊涂的学渣，在汇集了全国顶尖学霸的清大大学，能撑过一个学期吗？至于我，今年的状元是没拿到，明年再考一个，不还是我的？区一个状元罢了，就当是我这个大学生送给他这个永远的高中生的临别礼物。这天晚上，家里大摆宴席，庆祝唐飞金榜题名，亲戚朋友们都来了，对着唐飞和我妈就是一顿猛夸。哎呦，老唐家的，你可真有福气，养出这么一个状元女儿。菲菲这孩子从小就聪明，一看就是读书的料。唐飞被捧得晕乎乎的，满脸红光，不停地给大家敬酒。我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唐飞光明的未来。席间有人问起我，小婉呢？考得怎么样啊？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摆摆手。嗨，别提了，那孩子不争气就考了300多分，上个大专得了，语气里满是嫌弃。众人也都识趣的不再追问，转而继续恭维唐飞。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角落里，吃着残羹冷炙，看着眼前这出闹剧。等宾客散尽，唐飞也醉醺醺的被扶回房间睡下。我妈还在客厅里一边收拾着狼藉的餐桌，一边哼着小曲，显然还沉浸在喜悦之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过去。妈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气不怎么好。干嘛还不去睡觉？明天不用早起给你姐收拾行李啊？在他眼里，我似乎就该是唐飞的附属品，免费的保姆。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。什么事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想打你姐那20万奖金的主意，那是你姐凭本事考来的。他立刻警惕起来，护犊子似的。我心里冷笑，凭本事？要不是那个系统，唐飞现在估计连个本科线都过不了。我知道那是姐姐的钱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妈，我想复读。我妈愣住了，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。复读？唐婉，你没发烧吧？复读1年要浪费我多少钱啊？你老老实实去读个大专，毕业了赶紧找个人嫁了，别在家里给我丢人现眼。我不去读大专，我的态度很坚决，我要复读，明年我也给你考个状元回来。妈，你应该知道的，我能考上。他愣了一下，盯着我，想看看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，但我走近一步，垂下头，掩住了我的情绪，压低了声音。我今年只是状态差，发挥的不好。你想想，姐姐今年是状元，拿了20万奖金，对吧？那如果明年我也考个状元，也拿20万奖金呢？提到钱，我妈的眼睛亮了一下。那咱们家不就又多了一笔钱吗？我妈的表情明显松动了。20万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，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她有些犹豫，你能行吗？再来1年。妈，我能，你给我1年时间。如果明年我考不上状元，或者考的分数还是不理想，我二话不说，立刻出去打工，绝不给家里添任何麻烦。我看着她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但如果我考上了呢？我微微一笑，那就是白捡的20万。姐姐去清大要花不少钱吧？学费、生活费，还有她想要的电脑、手机、新衣服。我这笔奖金不正好能补贴家用，还能让姐姐在大学里过得更体面一些。我太了解我妈了，她可能一开始没想到我今年分数这样，都没有失去信心，以为我受了一次挫折就会自暴自弃。毕竟我姐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妈什么好的都给她，不让她受到一点风雨。果然，她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提议了。这时，我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。他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，家里一向是我妈说了算，但他对钱比我妈更敏感。复读1年，要是真能再拿个状元，他摸着下巴，眼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，这买卖好像不亏。我妈瞪了他一眼，但显然也有些心动了。妈，让我试试吧，我趁热打铁，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家里一个多赚钱的机会。考上了皆大欢喜，考不上我也认了，不会再有任何怨言。我妈沉默了，我知道她在权衡利弊。
我的感受在他那里一文不值，但实实在在的金钱诱惑却是他无法拒绝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终于松了口。行，那就让你再试1年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依旧没什么温度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1年家里的活儿你照样得干。要是明年你考不出个名堂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？还有复读的钱，我们只出基本学费，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。我爸也在一旁帮腔，对，别给你妈添乱，你姐那边开销大着呢。我点点头，心里一片平静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目的达到就好。至于他们的态度，我早就习惯了。那我就先回房了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是我妈不耐烦的催促：“赶紧去，别杵在这儿碍眼。”回到房间，我关上门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第1步完成了。唐飞清大大学的滋味，希望你能抓紧时间好好品尝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偶尔，我妈会端一碗饭进来，扔在桌上，冷冰冰地说一句：“吃吧，谢谢妈。”她从不多待1秒，仿佛我的房间是什么瘟疫之地。我爸更是连面都见不着，他大概是怕我开口向他要钱。也好，乐得清静。唐飞在清大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回来，一开始自然是风光无限。哎呀，你家唐飞可真出息了，清大的高材生啊，咱们这儿多少年没出过清大的了。我妈听了这些话，腰杆都挺得笔直，脸上的褶子笑成一朵菊花。哪里，孩子自己争气，她嘴上谦虚，尾巴却快翘到天上去了。逢人便说唐飞在清大如何受老师重视，如何活动积极，可纸包不住火。没过多久，风向就变了。最先是从一些亲戚家的孩子那里传出来的，他们也在北京念大学，圈子总有交集。菲菲姐在清大好像有点跟不上了，听说他们摸底考试，菲菲姐成绩不太好，高数贼难，她一道题都憋不出来，愁得直掉头发。我妈听到这些脸当场就拉了下来，小孩子家懂什么？清大的题能是那么好做的吗？菲菲那是刚去还不适应，她嘴硬，但眼里的慌乱骗不了人。后来有一次我二姨来串门，她女儿也在北京跟唐飞一个圈子的。二姨神秘兮兮的把我妈拉到一边，压低了声音，我说：“大姐菲菲，那孩子在学校是不是不太顺利呀？”我妈的脸瞬间就垮了，瞎说什么呢？好得很。哎呀，你就别瞒我了，我家小丽都跟我说了，说菲菲在清大名气大得很，但是好多人都在背后议论她，说她那状元水分有点大。二姨顿了顿，小心翼翼地看我妈的脸色，还说她上课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，小组讨论也插不上话，好几次考试挂了很多科呢。我妈的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这不可能，菲菲那孩子从小就聪明。大姐啊，聪明归聪明，清大那是什么地方？全国的尖子都聚在那儿了。菲菲她可能真的就是高考那次考运太好了。我妈猛地站起来，指着门口：“你给我出去！听风就是雨，我家菲菲好得很，用不着你在这儿胡说八道。”二姨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地走了。我妈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缓缓滑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。我隔着门缝看得一清二楚，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波澜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唐飞清大的滋味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又是一个6月，在我高考前1天，唐飞抽空回来了一趟。他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再没了当初高考状元的光彩照人，整个人都蔫蔫的，像被霜打过的茄子。我发现他没有以前那么意气风发，还总是时不时的把目光投向我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审视和焦虑。当晚，我正准备把明天要用的文具整理好，躺下后却听到房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。唐飞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，他走到我的书桌前，拿起我的笔袋，手伸进去，似乎想往里面塞什么东西。我早就料到他可能会搞什么鬼，一直装睡。在他即将得手的那一刻，我猛地起身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从他手中滑落的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。我抓着他的手看向他：“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唐飞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慌乱地抽回手，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：“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”他急忙把纸条藏到身后，强作镇定地说：“我只是看你明天要高考了，给你整理了笔记，你考前还能再看看。”我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演技差得惊人，干脆直接威胁我：“唐婉，我知道你成绩好，但我不会让你去清大的。就算你的分数能上清大，我也会想办法让妈不准你去的。”我点点头，他又想用我妈这个杀手锏。我站起身，朝他走过去。我知道你的分数为什么能和我的互换了，自然也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清大。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你要不要听？你说什么？唐飞的脸有些惊恐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来了清大，我不就可以更方便的帮你了？我没理他，开始慢条斯理的解释。但如果我去了别的学校，怎么帮你？隔空传答案吗？还是帮你黑进清大的教务系统改成绩？那风险多大啊？我顿了顿，看着他因为恐惧而放大的瞳孔。我也在清大的话，我们是姐妹，互相帮助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考试的时候我不小心多写了一份，你不小心拿到了，谁会怀疑？唐飞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姐姐，你不是跟不上吗？我这是在给你指一条明路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得像个恶魔。是万劫不复，还是苟延残喘？你自己选。唐飞失魂落魄地走了。我知道他会的。
为了保住他在清大的虚假光环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第二天，没有任何人为难我，我轻车熟路地走进考场。这一次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我妈比我还紧张。当查分网站上跳出熟悉的一串零，我听到我妈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。她兴奋地立刻打电话去问分，不出意外的，又是一个状元，而且分数比去年唐飞那个状元还要高出近10分。我爸激动地搓着手，嘴里不停念叨：20万，又是20万，发了，这回真发了。我妈也喜形于色，但很快又板起脸，对着我哼了一声：“算你争气，没白养你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不过这钱得先给你姐存着，她花销大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好，钱我已经不在乎了，因为迟早会拿回来的。”我看向窗外，唐飞，清大见。开学那天，我和唐飞一起踏进了清大的校门，2届状元出自一家，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。我和唐飞成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，只不过一个是真正的天之骄子，另一个则是即将被揭穿的冒牌货。开学典礼上，校长特意提到了我们姐妹俩勉励新生，向我们学习。我能感受到唐飞坐在我身边，身体僵硬，如坐针毡。聚光灯打在我们身上，我坦然自若，他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课程开始了，大一的课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，因为唐飞挂科和我上同样的课准备补考，这些课程对他来说依旧像是天书。课堂上，教授点名提问：“唐飞同学，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”唐飞站起来，支支吾吾，脸涨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教室里响起稀稀碎碎的议论声：“不是吧，这就是状元水平，感觉还不如我呢。他去年到底怎么考上的？”教授的眉头也微微皱起，然后他的目光转向我：“唐婉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。”我站起身，条理清晰，侃侃而谈，引经据典，游刃有余。教授满意地点点头，眼中露出赞许。教室里的议论声更大了。卧槽，这才是真学霸吧？差距也太明显了。姐姐是充话费送的吗？唐飞的头埋得更低了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心情一定是五味杂陈，屈辱至极。这样的场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上演，每一次公开课，每一次小组讨论，每一次随堂测验，我和唐飞都成了鲜明的对照组。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，而他则是那颗暗淡无光的石头，被我的光芒衬托得更加不堪。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追捧者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怀疑，是鄙夷，是毫不掩饰的嘲讽。听说没？上一届那个状元唐飞，第1学期就挂了好几科，真的假的？他不是状元吗？谁知道呢？反正他妹比他强太多了。我看啊，他那个状元80%有问题。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将唐飞淹没，他开始失眠、掉头发，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憔悴下去。他不敢去上课，不敢去食堂，不敢面对任何人的目光。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像一只惊弓之鸟。我妈打来电话，哭着骂我：“唐婉，你个丧良心的，你就这么见不得你姐好吗？非要把她逼死你才甘心是不是？”妈，我平静地说：“我只是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，今天的下场是她咎由自取。你们抢我东西的时候，没有想过现在的局面吗？”我妈惊恐的声音传来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我笑得开怀：“是呀，从一开始就知道。”然后我挂断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看着窗外清大园美丽的秋景，心里一片宁静。唐飞，这只是开始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唐飞的处境越来越糟。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光环，如今变成了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。我知道他在等一个机会，或者说等我给他一个机会。期末季到了，有一门专业核心课，论文占比极重，教授是个出了名严苛的老学究，据说挂人从不手软。唐飞这学期本就摇摇欲坠，这篇论文几乎是他的救命稻草，或者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天他果然来找我了。宿舍楼下，他面容憔悴，眼神焦急。康晚，他见到我直接冲了上来。有事？我抱着书，表情淡淡的，好像只是遇见一个不太熟的同学。那篇专业课的论文就是那个老教授的课，我写不出来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一脸理所当然。你不是说考上了之后就能帮我了吗？现在你有机会帮我了。是啊，从小到大，我替他收拾了多少烂摊子，他习惯了。我心里冷笑，表面却点点头。好啊，姐姐，你想让我怎么帮？是给你点思路，还是给你列大纲？他眉毛一拧，差点吼出来。你直接帮我写啦，写完了我自己会看的。你好好写啊，我这次要是再挂了，会被劝退的。要是你没写好的话，我告诉妈妈，让你也不能上学。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急了。不过他可能忘了，现在是谁求谁？劝退呀！我慢悠悠地说，那确实挺麻烦的。姐姐，我可以帮你写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说这还差不多。不过姐姐，我话锋一转，我帮你，你拿什么谢我？他愣住了，脸上的喜色僵住。谢你，你帮我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摇摇头，表示反驳。不，姐姐要我帮你，你也要付出什么的，毕竟这可关系到你会不会被劝退。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威胁我？我点点头，是的呀，姐姐，我在威胁你，而且就算你要和妈妈说，我最多和你同归于尽，绝对不会帮你的。
唐飞的脸扭曲起来，但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，现在就看是谁更沉不住气了。你要什么？终于，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清大学子的名号，向我服了软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：“你让妈妈把我的20万奖金给我。”他尖叫起来：“不可能，唐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，我说的是我包揽你以后的所有作业和论文，一直到你不需要为止。我的成绩和能力，姐姐不是已经享受过了吗？难道我还不值这20万？而且这本来就是我自己挣来的，只要妈妈把我的钱给我，以后我都不会再问家里要钱。唐飞这下不说话了，似乎在思考这件事的可能性。我继续蛊惑他：“你可以和妈妈说，你需要这笔钱，反正之前的20万你已经拿到手了，能用很久吧？你现在说拿了这钱，你就不跟家里要钱的，等你用完再跟家里要，妈妈也会继续宠你的。”见他不说话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纠结的话就先回去吧，等你想好了，我随时能写哦。说完，我也不管他什么表情，径直回了宿舍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唐飞打来的20万，而我也给了他一篇论文，一篇完美到无可挑剔的论文，引经据典，论证严密，观点新颖深刻，甚至还用上了几处法文的原始文献。唐飞拿到论文的时候，手都在抖。这真的是你写的？当然，我笑得云淡风轻。为了感谢姐姐帮我，我写得特别认真。他如获至宝，看我的眼神都亮了几分。我只是开心地和他说完再见后，转身翻了个白眼。蠢货，他永远不会知道这篇论文里我埋了多少颗雷。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，那些生僻的引文，只要教授稍一深究，他就会原形毕露。论文研讨课轮到唐飞发言，他显然是把论文背得滚瓜烂熟，开场白十分流利，甚至还带上了几分平日里模仿我的自信。台下的同学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就连老教授也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坐在角落，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真像啊！可惜赝品终究是赝品。他讲到一半，我安排好的惊喜来了。之前被我不经意间透露过唐飞论文核心观点的隔壁班学霸举起了手：“唐飞同学，你论文中提到引用了德里达对于他研一概念的阐述，来解构传统教育评价体系的权力结构。但据我所知，德里达原文中关于导演义的讨论，更多是基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范畴。你是如何将其创新性的应用到教育评价领域的呢？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租记肥语遮替补助的逻辑，能否具体展开一下？”问题一出，教室里安静了。这个问题太专业，太刁钻。唐飞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张着嘴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那个德里达他结结巴巴，眼神慌乱地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甚至还对他做了一个请继续的手势。唐飞同学，老教授推了推眼镜，语气严肃起来。这个问题很难吗？这是你自己论文的核心观点。是啊，展开说说呗。对啊，别卡壳啊，状元。教室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哄笑和催促，那些声音像一根根针扎在唐飞身上，他的脸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青，最后长成了猪肝色。他急得快哭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够了！老教授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唐飞同学，这篇论文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？”唐飞浑身一颤，像是被雷劈中。我要求你立刻解释清楚，否则我将上报学术委员会彻查此事。唐飞彻底崩溃了，他哇的一声哭出来，语无伦次地辩解着什么，但一切都晚了。这场公开的处刑至此完美落幕。很快，调查结果就出来了，学术不端，情节严重。唐飞被清大大学做退学处理。红头文件下来那天，我妈的电话也追了过来。唐婉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姐姐？她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把她往死里逼吗？电话那头是我妈歇斯底里的哭喊。妈，我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她今天的下场是她咎由自取，作弊的人是她，不是我。她是你姐姐，你就不能帮帮她吗？还要害得她被开除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要把我们都逼死你才开心？帮我冷笑，当初你们抢走我成绩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那时候有人帮我吗？你们偷走了我的人生，还指望我感恩戴德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女儿？早知道你这么冷血无情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掐死。恶毒的咒骂如同潮水般涌来，我静静地听着，心里没有丝毫的愤怒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和释然。既然这样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唐婉跟你们唐家再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的好女儿只有唐飞一个，以后她的死活，她的未来都由你们自己负责吧。唐婉，你敢？我没有理会她的尖叫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拉黑、删除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清大园的景色依旧美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属于我的人生现在才真正开始。日子像白开水一样一天天过去，清大的生活忙碌又充实。我不再是那个活在姐姐阴影下的唐婉，也不是那个被父母 PUA 的可怜虫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努力的清大学子。清大的毕业典礼，我一个人参加的，没有家人的祝福，没有鲜花，但我拿着毕业证的那一刻，心里是踏实的。我没有忘记那个所谓的换分系统，其实在妈妈弄到它之前，她找上过我，问我要不要使用它，这样我可以和任何一个人互换分数。如果我不小心没考好，不是第一，完全可以去交换。
所以我知道这个系统只能换一次分数，但我拒绝了。我的人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踏实，况且我并不需要虚假的第一名，我自己就可以。可它像一根毒刺扎在我心里，不仅因为它偷走了我最初的人生，更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不公，一种特权，一种对规则的践踏。这件事是结束了，但这个系统呢？它是不是还在别的地方继续作恶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决定我要把它研究明白，我要知道它的原理，它的漏洞，它的一切。这不是为了给谁翻案，也不是为了什么狭隘的报复，而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让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，或者可能被他伤害的人看到真相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种不公，这种特权是如何扭曲人生的。这条路很难，但我会走下去。我的人生，我自己做主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再从我手里抢走任何东西。阳光透过实验室的窗户，照在我面前的电脑屏幕上，屏幕上是关于各种数据加密和算法模型的资料。我的研究才刚刚开始。